为什么90%的散户在币圈最后都是亏钱的？你是不是一看到哪个币涨了就心痒痒，害怕错过几个亿，就赶紧冲进去了？结果一买就跌，一看到盘面跌了，或者见到点什么负面讯息，就吓得不行，赶紧把手里的币全卖了，结果一卖就涨。你是不是总想着一夜暴富，买个不知名的土狗币，梦想着翻个10000倍成为下一个比特币？结果项目方跑路了，币价直接归零。你是不是天天盯着盘面，一涨就激动，一跌就焦虑，搞得自己吃不好睡也不好，比上班还累？结果一通操作猛如虎，一看收益250。如果这些你都中招了，那么恭喜你，你就是那90%的韭菜大军中的一员。一定要把这支影片看到最后。好，咱们得先搞明白一个最基本的问题：你来币圈是干嘛的？很多人嘴上说的好听的是价值投资，看好区块链的未来，拉倒吧，别自己骗自己了。你摸着良心问自己，你真的去看过哪个项目的白皮书吗？你知道它的技术解决了什么问题吗？你真的看得懂 K 线图吗？大部分人根本不知道。说的直白一点，你就是听说这个能赚钱，能让你快速发财，所以你冲了进来。你这不是投资，你这是在赌博。你赌的是下一个币会暴涨，你赌的是自己比别人运气好。但赌场里有句话说得好，不怕你赢钱，就怕你不来。庄家有的是办法让你把赢的钱再吐出来，甚至连本带利都赔进去。在币圈，谁是庄家？那些有钱、有信息、有资源的大佬机构，他们随便一个小动作就能让市场翻天覆地。你那点钱，在他们眼里连个浪花都算不上。币圈里最可怕的是，不是涨跌，而是它放大了人性中所有的弱点：贪婪和恐惧。涨的时候，你总觉得还能涨得更高，赚了30%，你想着翻倍，翻倍了，你想着10倍，你永远都不会满足，所以你不会止盈。结果呢，一个大瀑布下来，利润没了，本金也被套住了。跌的时候呢，你又怕得要死，稍微跌一点，你就觉得它要归零了，赶紧割肉离场。你忘了你当初为什么要买它，所有线念瞬间崩塌，结果刚卖掉，它就 V 型反转，一路上涨，你被彻底甩下了车。你就在这种追涨杀跌的情绪里反复被收割，你的钱不是亏在市场里，是亏给了你自己的情绪。你总想预测市场，但市场根本不理你。币圈这地方水太深了，各种骗局防不胜防。比如什么土狗盘、资金盘，给你许诺超高的收益率，什么100倍币、1000倍币，听着这样子上头。结果呢，项目方随时准备跑路，你的钱就是他们的跑路经费。还有什么老师带单，总有人包装成大神拉你进群，说带你赚钱，一开始可能让你尝到点甜头，但投入了大资金了，直接一把割掉，让你血本无归。记住，真正能稳定赚钱的人，谁有空带你这个陌生人发财？还有什么假消息满天飞，今天这个大佬说要拉盘，明天那个内部消息说要暴跌，这些信息就是为了咬烂你的判断，让你做出错误的决定。等你反应过来，黄花菜都凉了。对普通散户来说，你根本没有渠道去辨别这些信息的真假，而你看到的消息都已经是别人想让你看到的了。重点来了，那散户到底应该怎么玩？好了，前面的问题都搞清楚了，咱们不当糊涂鬼，现在来讲讲，作为一个没钱没背景的普通人，到底怎么才能在币圈里活下来，真的是赚到钱？别像什么骚操作，就记住下面几个最朴素最管用的办法。第一个，改变你的钱的属性，用输得起的钱，这是所有策略的大前提。绝对不要借钱，不要贷款，更不要拿你的生活费、买房钱看病钱来玩。举个例子，你一个月工资1万，储蓄开销3000，你可以拿其中的500或者1000来投资。这笔钱你要做好最坏的打算，就算是全亏了，你3个月的日子照样过，老婆孩子不会跟你闹，你晚上也睡得着觉。一旦你用了输不起的钱，你的心态就全崩了。跌到5%你就心惊肉跳，跌到20%你就想割肉了，因为你亏的不是钱，是命。在这种心态下，你不可能做出任何理性的判断，只能被市场牵着鼻子走，最后一定是亏得一败涂地。第二个，放弃一夜暴富的幻想，认清这是高风险市场。这是在所有交易行动之前，你必须将脑子里刻下的一句话：赚钱是慢慢变富的过程，不是一蹴而就。很多人进币圈就是抱着买彩票的心态，总觉得自己就是天选之子，能买到一个币，明天就翻100倍，然后吃之躺平。这种想法是毒药，它会让你失去理智，
去追逐那些风险极高的山寨币、土狗币，最终的结果就是归零。你必须把心态扭转过来，币圈是一个高风险、高回报的投资市场，而不是一个赌场。它有它的周期，有它的逻辑。你要做的不是赌运气，而是通过正确的策略，在市场里赚取认知和周期的红利。记住，你越是想赚快钱，快钱就离你越远；你越是想一夜暴富，归零的速度就越快。第三个，学习，学习再学习，不懂的东西坚决不碰。这一点听起来像句废话，但99%的人都做不到。你买个几千块的手机，还得开半天测评吧？你买个几万块的车，是不是还得去 4S 店试驾好几次？那么到了动辄要投入几万、几十万的币圈，连这个币是干嘛的都不知道就敢往里冲。在币圈，你的认知就是你财富的边界。你不需要成为专家，但你至少这句花时间搞懂一件基本的东西，比如什么是比特币，什么是去中心化，什么是形态，斐波那契回撤有什么用，比如这个 K 线图要怎么看，什么是趋势线，什么是头肩顶，什么是巨鲸，什么是清算地图，买点卖点要怎么看等等等等。还有就是不要只是去盯着盘面，影响币价的东西很多，比如美国的疫情政策、美联储的一些动作，一些像非农、CPI 这样的经济数据的公布，你还要去学习一下这些影响币价的东西怎么看，花点时间去看一些靠谱的科普文章、影片，去学习一些币圈的知识，哪怕一天就了解一个新名词，1个月后你的认知水平就远超大部分人了。不懂的东西坚决不碰，别人吹得天花乱坠，你真不懂，那就说明这个钱不该你赚，千万别眼红。第四个，管住自己的手，减少操作，学会等待。对散户来说，最容易犯的错就是手痒，总想操作，一天不买卖就浑身难受，感觉自己错过了几个亿。但真相是，你操作的越频繁，亏得越快。你每一次买卖，交易所都要收取手续费，频繁操作，你的本金就会在不知不觉中被这些手续费给磨光了。你每天都在做决定，但人的精力是有限的，你不可能每次都做对，做的决定越多，犯错的概率就越大。往往是一通操作猛如虎，回头一看，还不如抛着不动赚得多。一个真正的高手，就像一个顶级的猎人，他会花99%的时间在等待，只用1%的时间，在最有把握的时候果断扣动扳机。所以说了这么多，你应该怎么做？制定计划，然后严格执行。比如你已经买了，并且设好了止盈和止损，买了就放着，别天天看，看多了就会焦虑，看不准的时候就空仓，手里拿着现金也是一种策略。市场里永远不缺机会，你缺的是本金，保住本金，你才能得到下一次机会。切到一部分看行情的软件，如果你管不住自己，就强制自己别看，设置好价格提醒，到了你的心理价位再打开操作。第五个，建立你的安全底线，学会止盈止损。对玩短线或者是做波段的人来说，那就必须要有纪律，一定要设好止盈止损，建立你的安全底线。买入前就想好，如果跌到多少钱，我就必须卖掉。比如你在10块钱买入的，设定15%的止损位，那跌到8块5，不管你多看好它，也要毫不犹豫的卖掉。这是为了防止你从小亏拖成了深度套牢。很多人就是不认输，最后亏掉80%、90%。还有就是赚钱了要及时止盈，不要贪心。很多人因为贪婪，从翻倍拿到亏损。你可以用分批止盈法，比如你的目标是翻倍，当它真的涨到20块的时候，你可以先卖掉一半，这一半就把你的本金收回来了，剩下的一半就成了你的零成本筹码。这样后面再怎么涨跌，你的心态都会非常的从容。记住，止盈永远是对的，少赚不是亏。总结一下，散户想在币圈活下来，就要在心态上用闲钱投资，放弃一夜暴富的幻想；在策略上，要不然就买一些比较稳定的币，比如比特币和以太坊；在行动上，投资前要做好基本研究，持有的时候要拿得住；在纪律上设置好止盈止损的底线，克服人性的弱点。这个过程可能很无聊，一点也不刺激，远不如听别人喊单冲百倍币来的爽。但投资本来就是一件反人性、需要长期坚持的事情。请记住，币圈赚钱核心不是你有多聪明，不是你消息有多灵通，而是你犯的错误比别人少，能保住本金，穿越牛熊，你最终就能成为那赚钱的10%。好了，今天大白话就讲到这里，话糙理不糙，希望能给各位上头的朋友加一盆冷水，谢谢。觉得有用的点个赞，转发给你身边还在做梦的朋友吧。
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小铃铛，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下期的精彩内容了。你觉得自己更像那90%还是那10%？在评论区告诉我你的看法，也许能让更多的人少走歪路。我们下次影片见。